男嘉宾小陶24岁，来自江西，活动主持；女嘉宾小周23岁，来自安徽，活动主持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片说是异地是吧？对。谈恋爱多久啊？谈恋爱差不多快1年了。异地了多久啊？异地了快半年了。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是我跟他都是活动主持，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出活动嘛，然后就互相加了个微信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同行嘛，就是有一些工作上可以交流，然后后来发现兴趣上就是也比较相似，我跟他都挺爱吃的。哦，为什么异地呢？异地其实是我的原因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九江的，我大学是在九江读的，然后他是九江本地人，然后我们是在九江相爱的。到之后的话，因为我毕业了嘛，我想南昌毕竟是省会嘛，可能各方面会好一点，我就去了南昌去发展。去了南昌之后，就是刚开始可能还见1次2次，后来就是越来越少，就包括这2个多月，我们都没有面对面过，就每次打电话就是冷战吵架，就从来没有好好说过话。所以你认为这是异地带来的情感上的困惑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但是小片里也说了哈，就是他给你的很多东西，你觉得你不是特别喜欢，是吧？你觉得不该关心，比如说是什么？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去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什么的嘛，他会就是很紧张多疑。比如说我看个电影什么的，他说你不能这么晚出去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管我那么多。但你知道有一次就是我胃炎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那么痛苦，就是我没有给我父母打电话，我给他打电话了。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去说吗？他说你怎么就胃炎了呢？你怎么能胃炎呢？就我打电话给你，我是想寻求你的安慰是吧？他就什么都不说，就是你哪怕跟我说你喝杯热水也是好的嘛，他不说，他就一直在问我。他说你怎么就胃炎？就是问那种我觉得可笑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他平常他看电影，我真的没有说过他那事儿是这么一个情况我给您讲一下，主持人，就是他那天是首映，你知道吧？首映都是12点钟，我就说你去吧。但是你看完了深更半夜，人家俩小姑娘在路上是吧？万一遇着坏人了，我就说你看完电影你就直接回家，你到家打个电话给我说一声，报个平安。然后结果呢，我在那儿等到3点多钟，他都没打电话给我，我就给他去了个电话，他就说我这边我在跟我朋友吃宵夜呢，我就先挂了，然后4点多5点钟才回到家里。才给我发消息。我第2天其实我是有一场活动的，我很早就要起来，我就一直在等他。看到夜里就是很正常嘛，因为首映嘛都是这样的时间点嘛。后来我也抱歉了，我说我吃东西可能吃的真忘嘛，而且就那么1次嘛，他就会就是叨一直叨我，就是说我不在乎他情绪啊什么什么的。不是在不在乎我情绪啊，是你说深更半夜的女朋友，可是我是吧，自然会担心的嘛。行，咱们这事儿可以放在一边。咱们说其他的吧，没什么，这没什么。就是他说他胃疼嘛，你知道吗？反正我以前就是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就是他说他哪儿不舒服啊什么的，我说你多喝点热水，然后他说你怎么跟人家一样啊？朋友都说喝热水，你怎么这个男朋友不长点心啊？喝热水？那本来就是嘛。所以这次我没问呢，我就问你为什么？那你就问我是不是就胃炎？怎么就胃炎了是吗？我没有说你怎么就胃炎了是吧？我就说问他他就是胃炎的原因是什么，想了解一下，要对症下药嘛。可是我当时需要的不是呀，就是我当时很痛。电话里说的还是？就是电话里说的，就当时我很严重了，你知道，已经进医院，就是拍检查片子的那时候，而且那时候我就是去出差嘛，去外地工作，然后我都没有给我父母打电话，因为我怕父母会担心嘛。我说我给我男朋友打个电话，就我觉得我会在他这里得到一些安慰什么什么的嘛。电话一接通，然后我说我胃炎了，我说我在医院。他说你怎么就胃炎了？你怎么能胃炎呢？你怎么就胃炎了？就一直在那问我，就质问我。我要是知道，我就不会胃炎了呀。那我不是还没来得及吗？就是我问完，他啪把电话给挂了。本来我是想去找他的，那段时间也确实挺忙的，真的有点抽不开，我就去不成。他总是那么多理由，那么多借口，你知道吗？他最近2个月就是很忙，然后他说等2个月忙完过来找我。我把他找我那段时间段活动我全给推了，快到那个时间，他说我这边我可能去不了了，我接了个活动，我要跑山东那边去。那一次我也解释了，因为我的大学本专业是工商管理嘛，我是做主持，就是活动主持是半路出道，我是希望我能多学习嘛，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让自己得到锻炼嘛，就包括我现在这么黑，就是因为在那海上晒的，你知道吗？锻炼去哪儿锻炼不行，非要跑山东。他那边是一个水上乐园的活动，你知道吧？那后背他跟我说去做主持，我后来有一天看他发个朋友圈，他穿个泳装跟别人在那玩。什么叫男生的话，你知道不在旁边的时候，希望女朋友越保守越好。男生是吧？大家都知道。
知道，知道。老师，你不知道，就是我的那个活动是水上乐园，就是在海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进园的人都是穿泳装的。然后我平常我主持穿的是礼服，就是那天是开园第一天，大家都很嗨，就几千个游客都在。那我跟我朋友就穿了泳装，而且我穿的是那种很保守的泳装了，就外面还披了一层纱裙，就包括我把这个衣服穿到大街上都不会有人说的那一种，就我父母都没有说。然后他就在那一直说，让我很无语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总是就是说该关心点他不关心，你知道吗？不该关心他就乱关。就像上次我胃炎了，就是我那么痛的时候，他就是根本就不管我，你知道吗？就打了个电话就算了。然后后来有一次我朋友那天我们一起出去玩，就他手机不知道怎么就丢了，因为一起吃饭嘛丢了。我觉得我们也要陪他一起去弄嘛。然后当时我们就一起开车，因为他家是在那个高密的，在潍坊高密，我们就从山东烟台就连夜开车过去。因为在外地嘛，就是如果没有手机真的很麻烦。当时我跟他说了，我说我们半夜得赶回去，跟我朋友一起回去，还下大雨，我说高速被封了，我们得走小路。就是我当时我会说那么多，是我想说你能关心我一点怎么样吗？我到了地方你问我一下，就是说你到了没啊？你就睡了没啊？怎么样？你问一下嘛，你问一下也是好的嘛。他问都不问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我给您讲一下，主持人，就是他平常给我发消息啊，就是秒回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手机从来不敢调静音，就是他一发消息过来，我就人就跟炸了一样，中了枪一样，马上坐起来一看，是他，我就回。电话上次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，6个电话没接着，你想一下，我当时我想完了，这下不知道怎么去哄了。就是那一次他就是找我，其实我睡着了，因为我前一天的时候通宵在那儿写稿子，第二天就是忙了一天，然后回家躺床上看他发消息，发着我拿着手机就睡，第二天早上去。他总是有那么多理由和借口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什么事他都说他在忙，他在这个，他在那个。就是我跟他说对你是很优秀，可是我也不差呀。就因为你，我就觉得那么多男孩子追我，别人能做到的事，为什么你都做不到？那我跟你在一起有意义吗？为了你就觉得那么多男孩子呢？别，我也有女孩子追啊！你以为我没对，你还说呢，你还说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做活动主持嘛，有时候就是会有人加他微信什么的嘛，他竟然还同意，他有女朋友有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还同意。人家加我微信，他是说，我有个闺女，然后怎么样的什么。我就是说加了以后，反正你周围有朋友结婚，不是你把那怎么样给说好，是说，不是小伙子主持的不错啊，我有个闺女，下个月结婚，对，我加个微信是这个。他闺女结婚，他说他看我主持的挺好，说想把他闺女介绍给我，那这微信中他还加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还加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先让我说完行不行？我加了以后，我就是跟他这么说，我说你反正周围有朋友结婚，或者你回头要结婚，你可以找我。然后他如果再要找我聊天，聊了几句以后，我去洗澡了，我去吃饭了什么的，我有事儿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。那你可以不加，你为什么要加呢？就是人家好意推荐给我了，是吧？我又不干嘛。你应该非常直白的拒绝，是吧？说我有女朋友了，大爷或者大妈，我朋友圈一看就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。而且我就感觉他根本就不在乎我，没那么在乎我。就上一次我过生日，我说就我们俩谈的也蛮久了，我说正好借着这个时期就把他带回家给我父母看看嘛。我让他回家，他死活不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我都这么跟你说了，我过生日这种大事，我说你回去跟我父母见一下，就一起过个生日，怎么了嘛？他就死活不去，你知道吗？为啥不去？老师，您结婚的时候您也知道，见家长见女朋友她爸爸，你想一下多大心理压力。网上不有个段子吗？就是你跟岳父下棋，少给你摆个车，你车呢？没有啊。现在我的条件感觉就是还配不上他，就是房子的话，车子什么都没落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感觉他爸妈可能对我不太放心，不能把我爸妈没说不放心啊，我都跟他们说清楚了，我说我不在乎呀。但是我让他去见我爸妈，他也不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我们都在九江嘛，之前，然后他说让见父母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见了一次，我当时在九江，我总不能说见了一次之后就跟没眼事了，就这个人没在，我不得定期拜访啥的嘛，我会觉得这样压力很大，而且就见多了就感觉不新鲜，我就怕他们父母就不喜欢我。听明白。那我爸妈又不会，就你爸妈不会，我爸妈就会了是吧？那我担心，我怕你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呀。好，再问一个问题啊。那你们未来打算在哪儿安顿你们的家呢？你是安徽人吧？对。你是江西人，对不对？江西。对。是在江西落地呢，还是在安徽落地呢？还是在哪儿落地？我是想让他跟我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从我上大学开始，我妈就好怕我走了就不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爸妈真的特别爱我，就是为了养育我，真的付出了很多。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说，我希望我找一个男朋友，就是说能跟我回去，而且一开始他答应了我，就是说他可以跟我走，就是跟我回芜湖，就是在芜湖把重心往芜湖移一移，他答应过我的，可是他现在就又不承诺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们异地，我就是说我能就是吃苦，就是从九江到南昌，就是重新开始。我说你为了我就努力一下下，到南昌来就为我努力一下下就怎么了嘛？就是你，我就是希望他为我努力一次。他承诺过你要陪你去芜湖是吧？对。现在呢还去吗？
因为我是独生子嘛，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是肯定也是希望我靠离家近一点，不希望我跑太远。就现在不想去了嘛？不是不想去，就是我想两边都能照顾到，取一个中间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后面说这些事儿也就说多了，在我看来还没水到渠成，你们着什么急呀，姑娘？不是，就觉得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以前在酒店对我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把我宠到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他更好了。就是我吃饭他喂，然后我头他洗，就是我不想，因为他很高嘛，他背我就是很容易就背起来，就是我在酒店都不用走路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么好的一个男人，我觉得不，这叫对你好啊，不就把你变成一废人了吗？你要走路他背你，你要吃饭他喂你。所以你要干嘛呢？后来呢？怎么了呢？后来就是我去南昌了，我就感觉我会担心，会去想嘛。我就是希望，就是说他来南昌，我不就会。你去南昌的时候征求他的意见了吗？我跟他说过呀。你为什么不陪他去南昌啊？因为我是在九江开始往上做的，慢慢，这个的话需要一定的人际关系，到南昌那边又要从头开始。如果我去了那边又没做起来，那我行，为什么你就不行呢？就为了我努力一次就不行吗？就是去南昌那事儿，就是一开始他去南昌的时候，我也就是跟他这么说，我说我慢慢再往那边挪，就是慢慢挪，就不急。早来晚来不都得来嘛？你早点来早点开始嘛。早来晚来都得来，给个态度。南昌去还是不去？去。芜湖去还是不去？芜湖看情况去。那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呀？你之前怎么说的呢？女生刚才说了一句话，说你应该为我们的爱情做一次努力啊。我特想知道你想为你们的爱情努力一些什么。我可以对他父母好，我可以对他好，我可以不介意就是他的一些坏毛病什么的。我就两个底线，就是说他能跟我在一起生活，一起工作，一起努力。就是说，因为我父母养我真的很不容易嘛，而且我父母就年纪大了，而且我还有个妹妹，就是我希望他能跟我回芜湖。好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这么多的而且啊，这么多的条件，女生你累吗？累。你把这个爱情掺杂了太多的东西。要对你好，要跟你回家，要为你做爱的努力，为了换来这一切，你要为他做太多的改变，多累啊！接下来一起听老师们的意见，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女生有一些话我听着不舒服，尤其是那句别人都可以做得到，为什么他不行？那你找别人去啊。我是不想放弃这段感情，我是希望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已经这么久了，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能走下去。希望能走下去，但是你的很多的行为我都看不到你的努力。比如说关心这件事情是由你来判断的。我出去吃饭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，你骚扰我，我在高速上走你不给我打电话，你就是不关心我。所以你对于关心这件事情的判断完全是以你自己的标准作为标准，你觉得对就对，你觉得错就错，甚至于说你觉得他什么都是错的，只要他不在身边。所以我就希望他能跟我到南昌，就是一切都没有问题了。对，所以你前面的那些作的表现也好啊，你的那些做法想法也好，无非就是想把他拉到你身边来，你希望他为你们的爱情做一次努力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异地恋就是这样的，两个人当中不是有多努力就可以解决问题，而是有一方要做出牺牲，要放弃自己的生活圈子，所在的城市，抛下一切为了爱情。可是而你选择这个人是他。可是他之前答应过我，如果说他不答应我，从一开始我们俩就不会在一起，也不会说我把这份心给放进去。这件事情是他的错，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为了要跟你在一起才说的这样的话，可是时移世易，他现在不愿意了，很明显。他为什么不愿意了？因为不够爱。你们两个都完全不够爱对方，不愿意为对方放弃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既然每个人都有其他的异性在追求，既然都不愿意去拜访对方的父母，既然都不肯到对方所在的城市去生活，那不如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不够爱，就不要往对方的身上赖。祝福每一位，谢谢。
小伙子，你刚才说了一个比喻特别有意思，你说看到他一连串的电话，你像中了枪一样。我也听得心惊肉跳，这什么样的爱情？这女朋友打来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，像中枪一样啊！如果说是爱情还在，至少会看到他的电话，我一个没接，两个没接，我赶紧回过去，知道他是关心我。但你的反应只有是惊慌失措，哎呀，好麻烦呀！其实你现在去回想一下，你对他的关心，他穿泳装你不满意，但是他开夜路大雨，你并不是那么上心。你对于这样一个个性的女孩子，你对她没有安排，没有规划，就这么任凭自己爱来的时候抱着人家，宠着人家，喂人家吃饭啊！你自己的事业很忙碌起来了，你就说，哎呀，你就不能自己独立一点，你就不能自己关心好，怎么会得胃炎？难道你没有问题吗？而姑娘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只懂任性，不懂珍惜。你所有的方法在我听起来都是把他推远，逼着他，催着他，要求他，用那么快的语速指责他，这只能把他越推越远。珍惜是有方式的，我认为你现在还只懂任性，不懂珍惜。其实你是一个更需要有人能体贴关爱你，时时在身边宠着你的另一半，他也不适合。你挺好的，回到芜湖去吧，在芜湖找一个愿意陪着你，也能离你爸妈近，还能和妹妹在一起这样的男朋友不好吗？你找一个在九江能发展的，彼此并肩奋战的，也许是你们更好的选择。谢谢。姑娘，我问你一个特现实的问题，什么呢？就是假如说男生同意跟随你回到你的家乡了，但是他根本没有以前那样对你好了，怎么办呢？但是我觉得至少他能在我身边呢，我会安心一点，我就不会想那么多。你要的只是一个能在你身边的人，不用给你关心就够了，是吗？不是，就是我一直记得，就是我们。所以你要的东西太多了。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会对你那么好，把你宠上天？因为热恋期呀。你想要日后每一天都像热恋期一样，怎么可能？退一步讲，为什么你现在对他种种看不顺眼，觉得他做什么都不对，说什么都不对？那是因为你心里有了衡量的标准，而衡量的标准不是你自己，是那些追求你的男生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句话说的太对了。因为有了对比，所以就有了伤害。你拿他跟所有那些追求你的男生比，那些追求你的男生当然要付出100分的努力，10000分的努力才能博得你的一个青睐呀。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做所有能够让你高兴的事情，而你把这些事情当做一个标准，拿来和你现在的男朋友做对比，你让一个大男人情何以堪？他也是每天很多女生追啊，他挂在嘴上，你会怎么想？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都是为自己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，但从来不为你们的感情怎么好起来去找理由，这是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。再者，不是说当男生把你宠上天，把你当婴儿一样的服侍的时候，就是男生对你好，而是男生在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能为你撑起一片天，有责任，有担当，这样才是一个男人对你的好。如果你仅沉溺于一些小小的宠爱的话，那未来遇到大事的时候，可能这个男生撑不起来那一切。好，谢谢珊娜老师。听过那个现在最火的歌词吧？确认过眼神，你不是我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鲜血如红唇。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异地恋。我是江西人，南昌到九江区130公里，也就天津到北京，动车也就20-30分钟，汽车1个多小时、2个小时。从九江到芜湖区350公里，能有多远？被你们搞得好像千山万水一样。如果连区130公里都不能跨越，你们俩还爱什么爱？每个人都什么都想要，希望对方能够完全为自己服务。女生既要事业，又要时时刻刻要的关怀，而且还要自由。男方想要在九江不肯出去，
同时呢，又要满足自己大男子的欲望，希望对方不要穿泳衣，事事审美都能够按照自己内心的标准。你们如果都不能为对方做点什么，那你们谈什么恋爱？不要谈什么去南昌，也不要谈什么去芜湖，你们各自干好自己的事儿，想谈就谈，不想谈就拉倒，好吗？好，就这。跟着心走吧。现在好多人谈恋爱，弄得条条框框也多，弄得规矩也多。其实你想要的那些东西，天下女人都想要；你不想给的那些东西，天下男人大多也都不太想给。后来为什么给了？就是因为那个字叫爱。如果爱情不在了，如果两位都觉得那么累，觉得没那么美了，放开手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好了，接下来时间留给两位吧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发红糖深情热恋。就是吧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，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吧。然后去芜湖那事儿，一开始说跟你去是我不对，但是我觉得话这个事儿的话，咱一步一步走，慢慢的来。所以我还希望可以和你继续走下去。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比较任性，也很自私，你也包容了很多。芜湖的事儿我可以再缓一缓，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就是说要立马结婚。我就是希望你能往南昌走一走，就是能陪我一起。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很想跟你走下去。我以前的不好，就是我都会改。是我没觉得就是你那些是什么大问题，真的。那你能跟我去南昌吗？还在这儿谈呢，行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我们来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不同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遇。